山崎威士忌是怎么赢了苏格兰威士忌？聊聊日本三得利威士忌发展史。强大的品牌都具有极高的品牌势能，在消费者心智中享有优越感，在市场竞争中拥有主动权。品牌势能中最难以打破、最强大的就是国家势能。高端化妆品属于法国，所以诞生于美国的雅诗兰黛要给自己起一个法国名字。白酒属于中国，清酒属于日本，伏特加属于俄罗斯。世界上最好的威士忌来自苏格兰和爱尔兰。酒饮领域的国家势能同样难以攻克。如果有哪个欧美国家声称自己造出了最好的白酒，中国人定会觉得好笑。但三得利偏偏打破了这一切。3代人不足100年就让日本成为威士忌5大产区之一。它的威士忌近年不但在各种酒级竞赛中频频拿奖，在渠道和拍卖会上的售价甚至压了苏格兰威士忌一头。三得利如何做到这一切？一、创品牌。1899年20岁的鸟井信治郎在大阪开了个鸟井商店。明治维新之后，年轻人对西洋物品非常迷恋，于是他凭借学徒时积累下的渠道优势，开始售卖西班牙葡萄酒。彼时的洋酒主要被上层社会当药用，老百姓对这种酸涩的酒并不买单。信治郎苦熬数年，终究没能驯化日本人的味蕾，红酒生意非常惨淡。于是他调转矛头，开始研制符合日本大众口味的红酒。1907年，他用在中药批发商做学徒时学来的配对技术、染料调配和制作的方法，终于做出了甜味葡萄酒赤玉葡萄爱。鸟井商店的命运从此迎来转机，这款酒获得了日本市场的欢迎。1920年代后期，甚至占到日本红酒市场60%以上的份额。1923年，羽翼日渐丰盈的信治郎启动了洋酒的另一大系列威士忌的制造计划。这一次，他请来了到苏格兰学习威士忌制造、师满下山的日本清酒世家子弟竹鹤正孝，两个希望在日本制造出完美威士忌的灵魂相遇了。日本第一家威士忌酒厂山崎 Yamazaki 诞生于京都天王山路，这里有日本首屈一指的水源，常年雾气缭绕，拥有得天独厚的酿造条件。山崎酒厂像个怪兽，吃进去一车车的粮食，却没有任何产出。直到6年后，日本的第一支威士忌售价4日元50钱的白札终于诞生了。白札却一泡而黑，酒中明显的泥土或烟熏气味，让日本民众称难以下咽。怎么办？竹鹤正孝和信治郎产生了分歧。竹鹤正孝认为是自己学艺不精，应该继续精进，造出更纯正的苏格兰味道。但已经濒临破产的窘境和红酒的经历告诉信治郎，破局的方向不是在苏格兰的体系里寻求正宗，而是在本土人的味蕾上寻找适口。竹鹤正孝离开了酒厂，另立山头攀爬自己的威士忌高峰。信治郎则开始在日本人的味蕾上寻求因地制宜的良方。两人此后成了惺惺相惜的对手，并一同拿下了日本近90%的威士忌市场。历经12年的各类原料、发酵桶、蒸馏方法、调配技术的轮番尝试调整。1937年，三得利清淡口味的威士忌角瓶终于征服了日本人的味蕾。平稳、柔和、纯正的角瓶与干烈、醇厚、劲足的苏格兰威士忌完全区分开来，自成一派。很多的威士忌爱好者说，苏格兰的威士忌如同狂热的摇滚，而日本威士忌则如同悠远的民谣。独树一帜和因地制宜为他以后在世界站稳脚跟奠定了基础。2. 造势。这18年间，威士忌如同一个黑洞，吸干了赤玉带来的所有利润。信治郎还经营餐馆来贴补酿酒。最艰难的时候，朋友为他引荐了日本5大电力公司之一名古屋电灯的前执行董事夫人佐治女士，她的资助让公司活了下来。为了表达感谢，信治郎将10岁的次子过继给了膝下无子的佐治夫妇，其子改姓佐治。2战期间，三得利打通了军需的路子，一扫商业上的阴霾。仅1939年，他就向日本陆军和海军出售了超过15000瓶威士忌。但2战中，日本到处发起战争，被各国经济封锁，信治郎无法进口酿造威士忌的欧美橡木桶。他开始在日本寻找橡木，最终日本北方的一种稀有的橡木树种水油木成为了紧急替代方案。水油木做酒桶弊端很多，欧美橡木75年以上就可以用来制桶了。
但200年以上的水油橡木树才能做桶。水油不但数量稀少，成本很高，树身还歪歪扭扭，节点多，制作成桶不但费功夫，还容易渗漏和挥发。更糟糕的是，传统雪莉桶和波本桶3到5年就能熟成，但3到5年的水油桶威士忌依然酒体粗糙，香气不彰，乏善可陈。战后，日本威士忌销量稳步上升，威士忌酒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鸡肋的水油桶被很多酒厂抛弃了。没有人会想到，水油桶日后会成为三得利突围的重要筹码。经过时间的累积和神奇的发酵过程，陈年水油桶熟成的威士忌会增添一股类似沉香的气味，还有四香草和椰子气味的东方禅味。这种前所未有的绝美风味成为日本威士忌的秘密武器，使其赚足了眼球。威士忌事业逐渐步入正轨，信治郎迎来了人生的巨大灾难。31岁的长子突然离世，让他的洋酒事业无以为继。公司研发出来的高端酒 Old Suntory 黑丸遭到美国抵制，无法面世销售。更糟糕的是，公司的大阪总部被美军轰炸夷为平地，只剩下山崎蒸馏所。60多岁的信治郎一蹶不振，直到1945年，曾经送出去的小儿子26岁的佐治敬三从战场复员，成为期望中的接班人。佐治敬三继承了养母的遗产后，入股了生父的事业。带资进组的佐治敬三为三得利提供了额外的经济支持，他被誉为公司的中兴之祖，是公司战后重生的大功臣。三得利从此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战后日本威士忌全面解禁，但人民生活穷困所以烈，制酒假酒盛行。1946年，公司推出低价威士忌品牌 Tauris， 还推广了加冰或兑苏打水饮用的方法。清新爽口的 Tauris 迅速在工薪阶层与学生族中流行起来。为了教育消费者，公司还在日本开设了上千家 Tauris 酒吧，遍地开花的 Tauris 酒吧让威士忌成为了日常饮料。1950年，经济逐渐恢复，其推出的高档品牌 Suntory Old 同样获得好评。1956年， Tauris 酒吧内部推出了一本叫《洋酒天国》的杂志，主编是日本著名作家开高健。很多人是看了这本杂志被吸引到酒吧的。此后，开高健跟创作了 Uncle Tauris 形象的插画家柳原、小说家山口通组成了公司强大的宣传部门。这三人为威士忌在日本的风靡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最开始的宣传国货情节，到在威士忌中融入日式美学，到积极寻找西方名人为品牌背书，再到精准锁定不同的用户群体，三得利的广告成为经典营销案例。1961年，82岁的鸟井信治郎正式交棒给42岁的佐治敬三。60年代，公司正式更名为三得利Suntory，鸟井先生 Tory 三倒过来念便是Suntory。这一年，日本发起了赫托利斯游夏威夷的广告促销活动，对海外旅游新奇且向往的大众兴趣一下就被点燃了，公司业绩水涨船高。1962年，佐治敬三带领公司进入了竞争白热化、受众面积更广的啤酒行业，从一个高毛利躺赚的领域进入朝日、麒麟和札幌三足鼎立，竞争白热化几乎不能盈利的行业，它并非为了找死。彼时的三得利威士忌一家独大，产品供不应求，员工太过安逸，缺乏斗志，他想借此为员工制造危机感，锻炼队伍。虽然采用了差异化战略，率先推出了生啤、纯生以及malts等概念产品，但直到2008年，啤酒业务才扭亏为盈。佐治敬三将触角伸到啤酒领域，虽然对公司的增收效果不明显，但在加速威士忌的开疆拓土上却有积极意义。他用啤酒为参照，重新规划了威士忌的未来。他说，与其过于注重贩卖自己的商品酒，不如让整个社会沉浸在饮用自己的洋酒文化中。70年代初，三得利启动了筷子大作战计划，他要将威士忌从酒吧洋酒延伸为日常饮品，缔造独特的日本威士忌文化。为了提供更多产品，白州、直多2个蒸馏厂顺势而生。三得利将酒吧威士忌消费延伸到了啤酒近似的就餐场景，他的广告片变成了寿司师傅以小酌一杯威士忌来为一天画上句号。此后，他甚至说服寿司店、居酒屋、
关东煮等餐饮店在菜单上加入威士忌。但日本的年轻人对威士忌的印象是上了年纪的叔叔喝的，很难喝。如何重获年轻人的喜欢？公司做了大量电视广告，推广 Highball 用烈酒掺入汽水等加冰水哥加水或苏打水到威士忌中等降低酒精浓度的饮用方式，还专门成立研修小组，给合作餐厅、店家上课。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将威士忌送进了寻常百姓家。拉长历史来看，这场战役也为此后三得利熬过25年的经济低迷期提供了可能。1981年，当时在无酒精饮料市场中，碳酸软饮料和果汁是主导，但三得利开始将中国乌龙茶快消品化，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无糖茶领域。善于将国外产品本地化的三得利，利用广告不断强化来自中国的乌龙茶最好的概念，广告语也体现中国特色，乌龙茶，皇帝的骄傲茶，从而获得了日本用户的喜欢。此后又加入咖啡等饮料系列，进一步增加市场份额。2021年，三得利营收为22,856.76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145亿元，其中饮料业务占比约为60%，已经成为公司的营收主力。但是在威士忌业务上，三得利的荣耀却无人能及。3. 登峰造极。如果仅仅沿着 Torres 放量的思路来经营三得利，日本的威士忌就只有规模优势，只有让品牌登上世界之巅，甚至跟苏格兰的酒一较高下，三得利的威士忌生意才算真的做成了。苏格兰威士忌主打血统纯正，那日本威士忌该如何弯道超车？三得利找到了稀缺这条路径，开始开发高端品牌。1989年，为打造日系奢侈威士忌，想品牌出现了。2003年，三得利的山崎12年 Yamazaki 12日第一次拿下了国际烈酒挑战赛金奖 International Spirits Thailand， 使业界对日本威士忌刮目相看。随着白州响、山崎等产品在国际赛事上屡屡获奖，国际市场对日本威士忌的热情逐渐提升。在高超的营销技能下，水油桶成了三得利的秘密武器。作为珍稀树种，水油在日本有严格的伐木法律限制，基本垄断了水油桶的三得利，每年只会制作100个左右的桶。年份高的水油桶就如同白酒中的老窖一样奇货可居。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危机，市场需求跌至封底，很多威士忌厂停产。三得利虽未停产，但也逐渐降低了产量，导致原酒库存收紧。白州12年和响17年这些需要10几年熟成的酒10几年前的产量当然无法满足日渐高涨的需求量，年份威士忌的价格水涨船高，甚至一瓶难求，颇有中国茅台的架势。威士忌是时间的产物，山崎50年丹麦威士忌拍卖价达到了238万元一瓶。在时间的累积和用户的积累下，高端威士忌已经不是单纯的酒，而具有了独特的文化氛围和社交价值。2000年以来，三得利继续大力推广 Highball， 使其成为各个日本餐厅标配。它的角瓶占据日本市场1半以上的市场份额。由于产品太受欢迎，甚至影响了山崎、白州和响高端酒的生产。2013年，三得利曾投资20亿日元扩建山崎蒸馏所和白州蒸馏所，将产能提高3至4成，但仍无法满足高端和大众市场的旺盛需求。2014年，他花费 1.6万亿日元约 814.3亿人民币的天价，并购了美国最大的蒸馏酒企业 Jim Beam， 一举从世界第10跃居第3位。这是其战略聚焦和海外扩张中最大的一步，也让他超越麒麟成为日本最大的酒企。虽然这场收购很多人不看好，认为 Jim Beam 的市场仅美国境内，根本拖不起三得利征战全球的目标，但三得利的当务之急是用 Jim Beam 制作的 Highball 替换角瓶，将释放出的日本产原酒留给山崎。这如何想？用这些高口碑、高毛利的产品去征战世界，才是他的野心。从红酒、威士忌到乌龙茶，三得利在舶来品和本土化中找到了平衡点，也找到了企业构建品牌势能的契机。虽然由于不够战略聚焦，其啤酒业务在中国惨败，但其威士忌品牌运作的智慧值得中国的酒企借鉴。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让我们打开财富之门，享受美好人生。
这里是财富记频道，我是钱老板，感谢订阅、点赞、评论、转发、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视频再见。